它比较有特色就是江边。对呀。这几个太古里吧，就属这个是江边。你上海这个前滩也不在江边。这边你看啊，这个大木棉花树已经开了，你看没？对呀。对面呢就是洲头嘴的公园，以前就是个码头。你看，它就包括西航道，西航道就是那边去西航道，前航道就是这条，这条叫后航道。所以3个航道在这个地方汇聚。这个地方叫白鹅潭，就比较开阔的地方。GBA 就是 Great Bay Area， 这大湾区。嗨，大家好，今天呢天不错啊，风和日丽的。跟我远方回来的孩子啊，到广州的巨龙湾太古里在那转转。看到人家在写春联啊，好像用太古里的一个什么会员积分才可以取这些春联。我们随着走走吧。这里有一个仓库吧，这就是这种码头。放粮食的仓库。没错，因为这里靠河嘛，运输可能比较方便。这个可以进去稍微的看一看，进去看。这个应该是一个展览。现在在主持。这个里面是。我们今天有个会议，所以不对外开放，不好意思，可以下次再过来。没关系。我们先到这边去逛一逛。是江边呢，它是这样子的。这个地方呢叫珠江后航道。那和那个夜游的那个珠江是一条？不是一条，但是都是连起来的。对面呢就是太古仓，就是那个我们不去很多次。那个 Mr. Rocky 那个，对，这边也有一些什么观景的平台啊什么的。那你说它这里有类似像那个北外滩那边有轮渡可以直接冲到上面吗？有啊，有啊，在那里，我上去坐过一次，芳村的一个轮渡。那还挺方便的。就可以到对面，对。我们上次有一次去了，有一个那个，就是有点像那个田子坊一样的那个地方啊。是在沙面那边吗？对，在荔湾区，就是对，就是永庆坊嘛。对，但是不是就是说过去就是了，对不对？还是要往里走一走。要往里面大概最起码得走个15分钟、20分钟才能走到。这个地方还是挺多的。这个还可以的，对吧？你看他现在就是说，这个可能也开了一个什么小店了吧？你看，它就保留着这种南方的嘛，就是有些榕树这种。它比较有特色就是江边。对呀。这几个太古里吧，就属这个是江边。你上海这个前滩也不在江边。这个前面呢叫洲头嘴，以前是个码头，现在码头搬起来了，然后呢就变成了一个大公园。这一路呢变成骑行道，从这边一路过来，这个就是太古仓，然后那个是鹤洞大桥。这个地方还可以的。你看啊，这些大榕树还是挺漂亮的。这本来就是南方特色。对。你说像那边可能有点，因为像成都的太古里最有名的就是它的银杏。对。有一次去，我那次去发现，哇，特别漂亮。这个就是厂房来的，就是协同和机器厂部。对吧？那它这个厂房还挺漂亮的。对，所以他就把它保留下来。那里面很大，现在应该什么都没搞。这边太古汇已经到了边边了，我不知道对面起的那些楼属不属于太古汇一起发展的项目。就这里有条河，就有一些老广州这种乡下的感觉。玉林桥，你看啊，以前也算是一个景呢。这边你看啊，这个大木棉花树已经开了，你看没？对呀。
对，还是可以的吧。我走到这里，我就想到上次我跟你一块在那个地方吃饭的地方。那个地方，对不对？对，这个里面不是进去。跟这个有点像。是不是有点像？是有点像。这还可以。但它都没有完全搞好，主要是。对，这边还没有开。那其实你要这么说哈，我们现在工作的那个大宁国际不也是这种吗？对呀，对呀，你说对啊，其实就差不多就这样。对呀，只是说有点很老旧了，然后各方面的店铺不是很。但是呢，这种地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如果都是精品，这个价钱都卖的比较高，就人家因为租金肯定不便宜嘛，因为它比较这个那么大地嘛，对吧？对。那你要是能够卖出价钱，就你的定位很准，然后人家这个有相当消费的人来，他才会去一下。对，那你这个地方就搞得会很好。对。否则的话呢，你就撑不住。玻璃的那个钢铁做的就是新建。它其实不就有点像前滩太古里咯？前滩太古里的东西定位就是很贵的呀。对。当然了，你要真的是想找一些便宜的下面底下的吃饭的地方也是。那是的，是的。但是你要想要在这边，比如说花消费，就比如说买东西之类的，其实还是有点难的。哎，有个泡泡玛特，我要去逛一下。好。再来一个。好，宝宝给你们。前滩是我去过最大的了。我觉得也是。然后就是成都的，北京那个跟这个差不多吧。对。也可能他没搞好，他以后边上搞好了也挺脏。可以吧？你要去哪里？我无所谓。我等一会就是你要愿意走的话呢，就走江边那边。对对对，就是往那个白鹅潭那边走一走。还是觉得很奇怪，我到现在都没有看到他哪里有那个就是那个地下停车场。应该是有的吧。那如果真的没有，也太拉垮了吧？不会的，不可能没有，只不过可能底下也没搞好，而且它底下肯定不光是停车场，包括商业啊什么啊，对吧？不可能说就搞一个停车场拉走。而且它地上又没那么多停车位。是啊。你看前滩太古里，它底下好大的。对啊。对不对？它主要是它底下跟那个地铁也是接壤的。对呀，对呀。所以说很方便。其实我没事挺喜欢去前滩逛一逛。那是啊，那我觉得是代表着上海比较时尚的一个地方。对，我每次就骑车骑到那个虹口体育，然后那边转8号线，直接就坐到东方体育中心。对。其实它这个上面就跟我想的比较像了，就一般这种2楼都是做餐饮的。对。然后呢，你就可以跳得更远嘛。没错。就自己看过去也挺好的，是吧？对呀，很正常。哎呀，这个地方是真的是。你说哪怕是真的就住在这附近上班的午休过来，就是江边坐一下子。对。走一圈。而且以后不止这里，是整个江岸都打通，一直到那头很远。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对，只不过就还要点时间。搞了一个跑道。对啊，对啊。你别说啊，我真的我走出来之后，一下子觉得好像又回上海。这个地方跟徐汇滨江有点像。真的有点像。真的有点像。可能江没有上海那么宽就是。对，那肯定，那也不错，很不错了已经。对啊，而且这边都没搞好，以后都要打开的嘛。对啊，未来事情。感觉好像，总觉得应该要看到3件套才对。3件套？哪个3件套？就是那个呀。广州的那个，浦东的。
总感觉好像应该要看到那个参见道。这里也能看到，但是不是这里，就是要去到再远一点。你说广州哪里有参见道？当然有了，小蛮腰嘛，东塔西塔嘛，不是也是参见道？东塔西塔是珠江新城不是有2栋高楼嘛，一个东塔，一个西塔。这边呢就到它的头了，再往前走一点点就是芳村。什么百度啊？百度，对对。这就是以前的，其实应该也是蛮好的房子，但是肯定以后也是要维修啊。对面呢就是洲头嘴的公园，以前就是个码头。就我们以前还在广州医院工作的时候，有一次这个到基层去，就从这边搭了一个船去到汕头。那这个船上的一个大副是我的病人。然后呢，他就关照得很好啊。但是那次遇到大风，10级大风。哇！那可以想是晕得个一塌糊涂。然后呢，因为他提前也知道天气预报嘛。他就在深圳的蛇口停了一晚上，本来是不停的。停了晚上呢，他就带着我去玩。就去到那个明华轮，就是海上世界那个船。那个时候上面有些什么套圈啊，反正有点小赌的那种东西啊，带我去玩。第2天呢，上船，开船经过香港。这个一路上啊，就是让我们可能没怎么坐惯船的人，真的不行。他呢就特别好，因为他知道我们也吃不了什么东西，他煮了一些稀饭啊什么，尽量端来，可是我们都吃不消，就折腾到汕头。哇，就觉得很辛苦坐船。那后来呢，跟你老妈不是去那个地中海坐那个游轮嘛？什么感觉没有？觉得那个船好大。而且地中海里头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浪啊什么的。你坐地中海是说过欧洲那边的？对，就是坐游轮的。所以我们以后当水炉。要是他毕业了，看找到工作了，看能不能一块去坐一趟游轮。然后10来天时间就在船上。这个挺好的。就说当旅馆一样的，你不需要搬来搬去了。过了1个晚上，又到另外一个城市。你看啊，这就是珠江的水系。这珠江不是一条江，你看看。你看啊，它也是够。这个好像那个面部静脉。对，像个血管系统，对吧？你看，它就包括西航道，西航道就是那边去西航道，前航道就是这条，这条叫后航道。所以3个航道在这个地方汇聚。这个地方叫白鹅潭，就比较开阔的地方。是吧？所以这个楼叫白天鹅宾馆。对啊。然后白天鹅宾馆是我们那一次去，然后里面有一个瀑布的那个吗？对呀，没错，这是广州第一家，也是中国第一家国际标准的5星级酒店。就是这个地方。那还挺不错的那边。对啊，所以它这个水系还是很那什么。然后常州岛，对吧？这个地方大学城，常州岛就是我们去骑车那个地方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那边骑过，反正常州我是去骑过。那不记得了。对啊，常州岛就是黄埔军校的地方。那就不是，那不是，我俩骑的是。是海鸥岛。海鸥岛对。海鸥岛还得下去。所以这个地方就有点像徐汇滨江，也有很多文化设施，美术馆啊，什么龙美术馆什么之类的，它里面就有美术馆。白鹅潭大湾区。对。GBA。我在想一下，是在工作是。GBA 就是 Great Bay Area， 就大湾区，就这个楼，看上去远看像一艘船。你看，广东美术馆东门。对啊，这里就是以后这一路都挺好的。
刚刚从身后的白鹅潭大汶区艺术中心里面的广东美术馆出来啊，今天很意外，去观看了黄永玉先生的画作。这位虽然已经做过的百岁老人，在生命最后一息其实还在作画，非常棒的一次观赏美术作品。好，现在我们就在这个平台上面啊，准备往太古汇的方向走了。三馆合一的艺术中心啊，城市就是它。通过这些步道啊，做了很多清水的步道和平台。江里停靠的是石油，只有一些江里石油，有白天的，也有晚上。在春节前啊，这样的好天气，和在外地工作回来探亲的女儿一起到基隆湾的太古里，然后一路走到这里的白鹅潭。刚刚进到这个大汶区的艺术中心里面啊，就很荣幸的，也难得的机会啊，去看了黄永玉大师这位中国画的画家的作品展，内容很多啊，但是真的，我觉得这是应该是最后一位啊中国画的大师了。当然，并不是说他的后面的人艺术的造诣就不能超越他，但是我觉得从经历他年轻的时候的这种战乱和社会变革，然后永葆一颗童心，并且他把他的诙谐还有对人生深刻的理解都在他的画作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觉得真的是一位伟大的画家。好了，现在呢，我就准备从这边走回刚刚我们已经去过的基隆湾太古里。今天非常开心，跟自己的孩子在一块在江边散步啊。那我们下次出行再见吧，谢谢观赏，拜拜。